第94章何处心安。我给了袁朵500块钱，跟他讲让他高高兴兴的回去，回去之后在当地看能不能找到工作，如果找不到工作再来广东这边，就去进厂干个文员或者其他的工作。袁朵把钱抓在手里，目光盈盈的看着我。我问他你怎么还不走？袁朵还是把我抱住，道：陈经理，你就要了我得了？我道：你疯了吗？我都把钱给你了，你还要做这种蠢事吗？袁朵哗啦啦的流泪，跟我讲说他中专的同学现在在东莞，一年挣了差不多10万块钱，他同学也让他去那边，说很轻松就能把钱挣着。他道：陈经理，我知道我同学在东莞是干什么，就是伺候男人，我明年如果不来深圳了，也可能去东莞，我伺候那些男人其实不甘心，陈经理您要了我，至少比那些男人要我要强。他又道：你借我钱，我明年不来了也还不了你了，你要我一次，就算是把这钱抵了，我也不欠您的人情。我家里很穷，从小就没有爸爸，但是我妈从不欠人人情，我也不想欠人家的。我直愣愣的看着眼前的女孩，心里像刀绞一样难受。我想到不及郑小军店里的那些女孩，也许1个月之后，眼前的女孩也会变成那个样子。如果放在1年以前，我肯定会抱起骂人，我会骂她没有廉耻，骂她道德沦丧，骂她好逸恶劳。但是现在，今天，我觉得自己似乎没有资格去指责任何人。这个世界如此艰难，每个人都要活下去，每个人都会选择一条自己的路。我可以认为袁朵未来想选择的路很肮脏，但是我不认为自己就一定比他要高尚。他妈的，在外面混谁比谁高尚？谁他妈不是在攀爬，不是在挣扎呢？如果袁朵这样的女孩子有更多更好的选择，他们会去干那事儿吗？我刚才劝袁朵出来再找工作，一定要进厂，但是我自己是从工厂出来的，我在工厂里面见过太多的女孩子从厂里走出去之后，进了发廊，进了洗浴厂，袁朵也未必不走那条路。我挣开了袁朵，从桌上拿了一支烟，我问她抽烟吗？袁朵没有说话，我扔给她一支，她把烟点上吸了一口，呛得满脸通红。我看着她，我想也许只需要几个月，这个女孩子可能抽烟比我还要老练。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面，谁都没有办法独善其身，野心越大的人越会被埋葬。袁朵，咱们这个工作你真干不了吗？干不下去。我问。袁朵道：也不是干不了，但是我觉得高经理不想让我干了，我没有出业绩，我没有钱了，他觉得我过年以后肯定不会来了，所以他基本放弃我了。我一咬牙，又从钱包里拿了500块钱出来给袁朵，道：这500块钱是你返程的路费，你一并拿着，过年以后你还来深圳跟着我干，我把你带出来。袁朵拿着钱，直愣愣的看着我，他嘴唇先动，半晌说不出一个字来。陈经理，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他憋了半天，憋了这么一句话。我冷笑道：我对谁都好，你今天才知道吗？跟我干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，你信不信？袁朵道：我信，你跟好几个人都借过钱，但是有人不感激你，我袁朵感激你。我摆摆手，示意他走了，要下班了，你要回家的也要收拾行李了，明天之后我也要回家了。袁朵走了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内心不知道是什么感觉，反正那种滋味说不出来。我在想，我生活的这个城市究竟有多少个袁朵？我觉得可能很多，但是我生活的这个城市又有几个陈斌呢？我觉得可能很少。深圳繁华的背后是无尽的冷漠，这种冷漠并非是人性道德的沦丧，而是因为每个人都在苦海之中攀爬挣扎，自己的事情尚且一团乱七八糟，哪里会有悲悯之心怜及他们的忧患呢？我给高燕打电话，问她睡觉了没有，她说是不是喝酒，然后我们就约了宵夜。我的情绪比较低落，问她袁朵是怎么回事。高燕道：陈斌，你是不是给他借钱了？我说高燕，袁朵是不是找你借钱了？高燕摇头，没有，我部门的人都知道我不会借钱给任何人，所以没有人会找我开口。我说袁朵是单亲家庭，然后我把她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。高燕不说话，低着头。我说不管怎么样，你说我蠢也好，笨也罢，我还是给他借钱了。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好人，但是那一刻我干的事情是遵从了本心。高燕道：我跟你打赌，袁朵过年之后不会再来了，你敢不敢赌？我沉默。高燕道：你不敢赌，因为你也明白这种可能性很大。我道：其实他来不来无所谓，我又不是救世主，我连地上爬的一只蚂蚁都拯救不了，但是我量力而行，做了一件对他来说很重要，对我来说不重要的事情，仅此而已。高燕举起酒杯和我碰杯，道：喝干了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这个人虽然傻，但是我觉得傻的让人不讨厌。高燕将杯中酒一饮而尽，冷不丁的来了一句：我的情况和袁朵也差不多。我说的是家庭情况。我不接话，因为这个话题又太沉重。高燕，甚至每一个男漂都有自己的辛酸和故事，尤其是像我和高燕这样勉强混出了一点头的人，谁他妈背后不是付出了巨大的艰辛，忍受了无尽的屈辱呢？说这些事情
就如同去揭别人的伤疤一样，别人不舒服，自己其实也难受。我问他过年回不回家，高燕冷笑，回家，我的家就在香蜜湖，房子交了，钥匙我已经拿到了，等我把那里装好了，那就是我的家了。除了那里，世界虽然大，没有哪一处能是我的心安之所。